无不无聊，无不无聊。堂堂学堂拜师礼，还用我玩剩下的招？我可是钱东城小霸王，下次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好了，虽然我们的开场有些遗憾，但是我们言归正传，开始学堂拜师礼。百里东君，尹落霞，我叫萧若风。当然知道了。我是学堂李先生座下七弟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可以管我叫七师兄和七师叔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管我叫小师兄。小师兄，七师叔，学堂，李先生座下六弟子，洛轩。六师兄，六师叔，学堂李先生座下四弟子，莫六月，小黑。五师叔，师傅。这有徒弟的就是不一样，你说是吧？哼！哎，快起来！墨尘师兄，柳月师兄。哟，这不是凌云公子顾剑门吗？顾剑门，也就是你的三师兄。哈，而我乃是学堂李先生座下二弟子，也就是卓墨公子，更是你的二师兄。二师兄，哎，还是雷二听起来更亲切一点啊。没大没小你，叫一个，叫一个。叫一个，叫一个，叫，给你个面子。哎，二师兄，二师叔，师弟好，师侄儿好。哎，大师兄呢？就没有这个人呢。我一入门开始我就是二弟子，反正我是没见过，他们应该也没见过。师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，真是个奇怪的人呢。说对了，师父说过，这人呐，要是越奇怪，就越有可能成为绝世的英才。你看我多奇怪，柳月也奇怪，他们也奇怪，而你，这么说你是在夸我喽？当然，师父更是奇了个大怪。雷儿，你话太多了吧？得嘞，师弟，走你！一定要这样吗？这份大礼我可受不起啊！这是拜师，又不是拜堂。师傅，董爸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。啊，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很好。嘿嘿嘿。哎，你刚刚叫我东八？雷二剑三柳四，黑五炫六风七到你这儿，可不就是东八了吗？我说师傅，你真的好无聊。是啊。是因为我实在活得太久了，好多事都因此变得无趣，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了。那你到底活了多久啊？想当年我一见震天引得仙人从九天下凡，
他们说我不是人间之才，应当到天上去逍遥。嘿，他们要把我拉到天上去啊，我可不去。仙人就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“那我便赐你长生吧，好好在人间游历一番。”后来这一幕啊，被诗仙看到了，所以便有了那句诗：“仙人扶我顶，解法寿长生。”你说我活了多久啊？真的？废话，当然是假的。这徒弟怎么这么笨呢？都说江湖险恶呢。哎，这样吧，1个月之后我带你去游历一番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江湖的险恶。为何是1个月之后啊？你不是想喝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吗？这秋露白啊，1月只出1次。哎，糟了，这个月的份额已经没了。没事儿，那就等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等你喝够了，咱们就启程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曾有人隐约跟我说我是天生五脉，方才王师兄告诉我，易鼎之他也是天生五脉。到底什么是天生五脉啊？天生五脉，天生五脉是一个幸运又不幸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答疑解惑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困了，困了。不是，真是个奇怪又倔强的老头。来，告诉我，师傅究竟给你取了什么样的名字？师傅会给你取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叫做百里八。但是莫小黑说师傅那么懒，他只可能取2个字的名字，他觉得你应该叫做李八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呢？东巴。咦，哎，对了，师兄们，师傅跟我说他活得可久了，这老头到底活了多少岁啊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。去年吧，他刚过完他的80大寿，今年刚过完70大寿，明年估摸着也该过100岁宴了。他老人家就这样，出门就一张嘴，张口就来，甭理他。东巴，雷二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二。看你这吃法，像是吃到什么人间美味一样。我也尝过一口，这只不过是能咸死一头牛的咸菜，还有前头镇上卖的最便宜的烧刀子，亏你还吃得这么香。如果你也有快被饿死的经历，你就会感激这世上每一种食物。你也有快病死的经历，你怎么就不能感激这些草药呢？亏你还忍心看着师傅自己在这磨药。对了，你让我学的医也学完了，该掌握的也掌握了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从明日朝阳升起，你便与这草药无关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我怕是这世上最没有尊严的师傅了吧？哎，你说你，明明有学艺的天赋，在短短几个月，就掌握了普通人数年甚至几十年掌握的医理，怎么就不感兴趣呢？你在这山谷里住了多久？我12岁来到药王谷，如今也有26年了吧？这么久，你会感到孤独吗？这山谷这么僻静，都没有人来，
就算是有人来，也都是像我这样的将死之人。我觉得，你这么好的医术，应该到外面才是。有些人想名扬天下，成就一番功业，也有人想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。这世上每天有多少人死去，又有多少人出生，都是命运使然。即便我出去了，又能救多少人？要是有人能像你一样走到这药王谷，便与我有缘。不管出身，不论目的，我都会救。那你打算以后每天都这样，重复循环？在你看来，每天都是重复的，可在我看来，每天都是不一样的。春日的崖边能长出蛛网草，惊蛰的夜露能配百青丸，清明的蓬草能做药饼，怎么能会是重复循环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是想你那位朋友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他在天启城混得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还那么嚣张？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我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是不是还被人追着他？是不是旁边还有朋友并肩而立？其实，总有一日，我也会离开这药王谷，去看看那外面的山川河海，走走这人间天地。什么时候？在我找到真正的传人，你师弟的时候。那不好意思了，逆图我就不陪你的了。我今晚把药捣成丸子，放到你的行囊里。每日午饭后，你记得要吃上1粒，一共100粒。我又在青州的穆家要了一味药粉，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这药王谷的所在，所以想让你帮我去拿啊。可是这青州也太远了。什么青州？穆家最珍贵的药房是秋庐，秋庐在天启城，你此行是去天启城？你不是早就想去天启城了吗？那便去吧，反正有100颗药丸，够你霍霍到明年的了。去了天启城，要玩得开心，也要记得回谷，好好学艺。还没磨好呢，要不要这么心急？天启城，我来了！这一道叫笼中鸟，这一碟叫江湖远。叶公子，请。洛兄不吃吗？我师兄他平日苦修，只喝淡茶，吃粗食，就不管他了。那王妃特意做这2道菜给在下，是想说什么？都说了不要叫我王妃，我不想做这所谓的王妃。
那姑娘想说什么？不如问问叶公子为何留下？救命之恩，自当相报。不愧是我救下的人，我一打眼就知道你是一个讲义气、重恩情的好人。难道不是因为生了一副好皮囊啊？其实，我昏迷的时候，你们说的话，我都能听到。不要脸！好了，不开玩笑。姑娘想让在下如何报恩，在下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用那么严重，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。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平时虽然师兄在，但师兄又是个话少的，所以我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他如今过得竟这样不开心。叶子落头发上了。原来是叶子。我叶鼎之虽然武功还不是天下一等，若说文采，那也算是差强人意。可若论去过的地方，姑娘怕是找遍整个天启城，也找不到如我这般的了。哦，那你都去过哪里？我先是去了西域32佛国。哦，那边有一座很有意思的城，是座空城，名叫木梁。13岁的时候，同我师父去了南绝，一边走一边练武。最南去过沐风之海，后边呢，我就去了北边，去了北蛮最北面的城市，碎叶。我听说北蛮的人都很凶悍的，他们只要谁赢了谁，就能抢走他的帐篷，还有老婆，直到下一个人来抢。不是的，北蛮的民风其实很淳朴的。我记得我当时去了那边，住在一户人家，他们那儿跟我们这儿差不多，都是一室一双人。丈夫呢，每天早上就会出去打猎。哦，他们那边的草原特别大，一望无际的。师妹，
师兄，你是想要借叶鼎之之力逃出去？师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而如今，我是这笼中鸟，你是看笼人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想嫁给景玉王，可我打不过你。但那个叶鼎之，他或许能打过你。打赢我，也不过就只是能走出这座王府罢了。可你利用了叶鼎之，若是被他知道了，利用了。可我听他跟我说那些故事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很开心啊。而且他的身上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他也姓叶。不错，这烟云剑舞你小有成就。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，练的也是这袖剑。看到你如今这般模样，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。师傅现在也很是年轻啊，还是那般的出尘绝世。像我们这般风采的人，就得习得最美的武功，然后每次登场的时候都必须风华绝代。像师傅那样，美男抬轿，童子开路，轻纱垂落，容貌半遮。这是现在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身上比较拮据，这坐不起轿子，也没有书童。那师傅之前是怎么登场的？那你看好了，像我们这般风采的人出场，首先呢要先有音，再有意境，再负手，然后翩然落地，露出脱俗的背影，再微微侧手。自我介绍？不，这仅仅只是酝酿。等到大家发出惊叹声之后，你再悠然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想要在此做什么，就先问问我手里的剑。”可是师傅，要是对方没有惊叹怎么办？那就等着，一定会有惊叹的。嗯。然后呢，你就什么都别说，先跟他过几招，再将其打败，然后你就转头，侧身而立，说道：“我乃公子柳月，仙子落霞。”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先练一遍。当着师傅你的面练一遍？不然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真的很难为情呀。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你呀，可以向你的洛轩师叔好好讨教讨教。这种呢，叫做格调，不是做作，不要有包袱。是，师傅。行，为师呢就先走了，你先练着。我乃仙子落霞，我乃仙子落霞，我乃仙子
落霞。这也太丢人了吧！我怎么还真练起来了？是啊，我怎么还真的练起来了？小姐，小姐已经成为学堂弟子了，怎么还记得我们天外天？那日我没按计划行事，你对我有气也是应该的。小姐言重了，属下不敢。那日我本想将百里东君送至青龙门后，便去找你们。可我没有料到，柳月公子将我留了下来。今日我寻得契机，便立刻来找你们了。可是，那日小姐为何没有将百里东君带到雨季在的那条路呢？那日百里东君几经劫杀，心弦已经到了极度紧绷的境地。若是真的走上了那条路，遇到了雨季，即便不敌被我们带走，以他的性格，别说是修炼训练功，怕是会直接找机会与我们玉石俱焚。此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在想，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也没有更好的计划，日后再说吧。齐轩，我得走了，我会继续观察百里东君。等我做了决定，便同你们联系。雨季那边，也烦你帮我解释。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我该不该把另一个天生五脉之事告知小姐呢？无事。小姐，宜多保重。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小姐，你究竟想做什么呢？徒儿，师父。行了，看来今日不宜下棋，早些休息吧。师父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问你去哪儿？可这关我什么事呢？我是真的很无聊，想找你下棋罢了。师父，现在可以下棋了。嗯，来，下。
这才对嘛。云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娘亲开始教我女工了，这是我绣的第1只荷包。文娟绣的太好看了，我好喜欢。纵然我算遍天下，也算不到我们的重逢竟会是这般模样。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，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我若说想带他出去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。回来了。白日里，我见到了小姐。哦，那小姐可有解释？其中细节，我日后再与您解释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小姐并未背叛天外天。那便好。吴相使那边还有何指示吗？他让我们送给北厉皇室一份大礼。什么？你说叶鼎之是叶云？叶雨的儿子那个叶云？怪不得他说他不要玉玺，怪不得他说他要的东西，本王一定能给他。他要的是本王的命。备马，快备马！本王要进宫。
叶鼎之，姑娘早。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今天是讲佛国？好啊。那姑娘等一等，我去洗把脸。久等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不冷吗？睡。我不怕冷。讲佛国吧。要去西域32佛国，会经过一座城碧罗城。而去碧罗城的路上，会途经一座名为三顾城的小城。所谓美人三顾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。三顾。等一下，美女很多。对啊。换一个，不想听。哦，那我给你讲讲三顾城的特点吧。这三顾城呢，其实是由一些商人建立起来的，城中赌庄居多，最大那间叫美人庄。又是美人，过不去了是不是？我说的是赌庄。那赌庄为什么会是美人庄？因为美人很多啊。这负责最大赌庄的呢，就是一个花魁娘子，以天女为名。连花魁娘子都出来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没去过美人庄。穿过三顾城，就到了碧罗城。这碧罗城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寺，叫九龙寺。小挂件儿，小玩意儿。轩儿，书这么好看啊！李先生，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这天下间有书千万，就算我一日不停，一刻不歇，读到死时也读不完这世间之书。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遗憾。为了少一点遗憾，便只能抓紧时间多读些书。唉，有些人啊，读书读成了书呆子，但如果读的书多到连100个书呆子加起来都比不上的话，或许就能成为儒仙了。小子，你说你这师傅哪里比得上我？要武功不会武功，要名气没有名气，你还不如跟着我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破个例。我虽然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但你仍然可以变成我的关门弟子，还多了一个字呢，如何？不要。你读的书没我师傅多。谁说的？我的年纪至少比他大2倍，我走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要多多了，我看过的书自然也比他20年前看过的还要多那么一点吧。我武功比他强啊。武功，从书上学就行了。哎，你呀，大概是这天底下唯一一个拒绝做我徒弟的人。先生此言差矣。你去问那田间的庄稼汉、青楼的花魁女，亦或是沃千金的富家翁，想必都不愿意做先生的弟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见证天下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说不过你。哎，
你此行的东西没忘了带吧？先生放心，不敢忘。正好正好。哎，走，仙人给你接风去。走。嘿嘿。博士二位师兄，你们私底下互相揭开盖头见过面吗？师弟，这个不叫盖头。小师弟，你应该多读点书。嘿，别避重就轻了。对了，这不是祝贺我入门的宴席吗？来了我朝思暮想的碉楼小筑，是不是有秋露百合呀？秋露白1月只有1次，今日怕是没了。唉，可惜了，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让师傅给我留下来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吃饭不叫师傅吗？哼，小师弟，一般情况下来说，在这种场合不能叫的。什么场合？为何呀？啊，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不说了吗？没喊你们就别进来。门外有位客官让我问问几位公子。问什么？说。先生没到，应该开席吗？好。一起喝酒，躲什么呢？师傅，坐。熊儿，你也坐。叨扰了。谢轩，好久不见。嘿嘿嘿。